大家好，如果 GQ 盛典办成了草台班子，这种慌张与匆忙也是肉眼可见的，这就是为什么邀约的大牌纷纷托辞的原因之一。神经敏感、脑筋活泛的杨幂就不用说了，另一个远避麻烦的关键性的人物，背后的能量和触觉也手段超霸，不遑多让。要知道，能把对手突然拉下马的人，自然拥有预防被拉、拒止被打的妙招和眼线。而且这些人的另外一个目的也是明晃晃的，除了政治风声、咖位区隔、同框避嫌，甚至还有部分拱火、隔岸观火的味道。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从现场的一些人的成功处位，就能看得出，机心满满的娱乐圈中人真的一个都不少。申万我常说的两个字，再次凸显出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赵丽颖刚刚因此走出了2023年战纪元年的美好第一步。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先是被赵丽颖眼花缭乱了。要知道，今年12月刚上了 Glass 杂志封面，没想到这么快又登上了5大之一的 L 2023年1月刊，算是开年刊，也是第2次开年了。据悉，推风品牌是浪琴和戴比尔斯，难道会和戴比尔斯有合作？这两个品牌的格调都很高级，以至于这次拍摄的红与黑三风都十分低调高级，有一种清冷感和疏离感，风格都不错。黑衣服的造型慵懒中不乏随性，气质清冷又带着酷飒的感觉，像是个大姐大一样。和最近在热播的电视剧《风吹半夏》中的大女主一样，睥睨群雄。最新红与黑杂志大片，时尚表现力确实强，果然美女就是可以驾驭任何风格的造型。这气场谁看了不喊一句女王，十分高级，比乱七八糟背景的那种好，这种看得真舒服，多套造型杀疯了。近1-2年，赵丽颖一口气接了3部现代剧，谁是凶手、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夏。在她看来，没有人会一辈子重复自己，女性的特质就在于变化，灵活拥抱一切可能，直面未来的不确定。申万我说了，这种狡兔3窟的明智之举，有时候知道的人多，做到的人少，基本也就是个念想。从状态来看，赵丽颖算是真正的松弛了下来。一个演员的使命感，并不是每天都在现场拍戏，把私人生活压缩到几近于零。真正的好演员，应该通过优秀的作品，给予观众一种想象力的体验，邀请他们进入到故事中，让观众享有体验和思考多重人生的自由。就是所谓的共情。刚大结局的风吹半夏，把圈内人都炸了出来。多位编剧发文表达喜爱，看得出赵丽颖是进步了的。片约不断，杂志中气质上佳，还是双品牌开年3风，越来越有范了。2023赵丽颖继续红红火火，似乎可期了。早日开播与奉行，或许会让这把火更旺了。将心比心，王一博的努力一点不比赵丽颖少，只是王一博孤勇抉择的电影路，刚刚好提早进入了看不见尽头的寒冬。在国师导演纷纷逃跑出国的大势之下，留下的就是更多的思索了。电影市场寒风凛冽，其实电视市场也是寒意阵阵。然而，申万我好奇的是，赵丽颖的狡兔3窟鬼聪明，居然依旧如期裂开了，而且花开了3瓣。赶着2022年的尾巴，赵丽颖又爆了一个新剧《风吹半夏》。这部剧的时间轴设定在上个世纪90年代，讲述了民营女企业家许半夏从收废品的个体户成为钢铁行业领头人的奋斗史。许半夏妥妥的大女主角色，还是新颖的现实主义题材，钢铁民营企业发展。最初赵丽颖接拍这部戏，导演和她都没底，一个怕拍不好，一个怕演不好。赵丽颖却对导演说，就算拍不好，你也不能让别人拍不好。这句话太符合许半夏了，但也真是赵丽颖的性格能说出来的。必须承认，赵丽颖选角依然稳。她和许半夏，一个内娱女明星，一个民营女企业家，看起毫无关联的人生，其中的起承转合却充满相似性。两个女人带着强大的生命力，闯入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世界，最终却生生闯出一条路。风吹半夏里，许半夏的开局设定依旧是美强惨，母亲生下她那天就去世了，父亲因此对半夏生了恨，并给她取了这个别有深意的名字半夏。一味药生时有毒，父亲再婚生下妹妹，家里彻底没了半夏的位置。为了生存，半夏和发小陈宇宙一起开了间废品站，
机缘下认识了想偷偷卖井盖赚钱给母亲治病的小童。半夏发现之后，不仅没举报，还帮他把井盖搬回去，并且把钱都给了他。到这里，一起搞事业的人成了稳固的铁三角。敢想敢干的许半夏在剧中提出了第一个生财之道。他同学父亲的厂子里有一堆没人要的废钢，只要能找到车就能拉走，转手卖出去可以赚一笔钱。小童刚好是电厂工人，厂里有车，一拍大腿把车开出来了。最后这一单赚了3000多，3人平分。当年的平均月薪也不过100到300，上千元赶上了普通人家的年薪，3000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这样的模式让许半夏初步完成了自己的资本积累。他逆转的第二步是在刚打入钢铁行业后和4个行业大佬的较量。一开始，他们之间压根谈不上竞争，许半夏在他们面前只有点头哈腰的份。他们中的大哥武建设最先提出到北边进口废钢，回国卖掉赚差价，邀请大伙入股。当时有5个人，总共5万吨，许半夏只分到5000吨的配额。其实按照他的资本实力，他也只能分到这些，但他不干，舔着脸跟武建设要15000吨，跟着4个男人就去了北边。其实到这里有3个细节体现了许半夏的不简单。一是他虽然是大学生懂得多，但是为了和这群没文化的企业家打成一片，他一直在隐藏自己学历，让小童不要透露自己大学生的身份。二是当时进口废钢转手有一个关键人物赵磊，大家都想和他合作。许半夏知道自己吞不下那么大的份额，所以他借力打力，给赵磊画饼，说自己要建堆场，盘贪图让赵磊给自己借钱。而且许半夏是这一群老狐狸里唯一愿意同意赵磊不平等条件的人，于是他得到了赵磊的资金支持。三是就在去北边的路上，武建设拒绝给许半夏更多配额。许半夏把消息告诉赵磊后，赵磊让他告诉武建设，跟你作对就是和我作对。但挂断电话后，许半夏并没有因为有人撑腰而去耀武扬威，因为他太清楚，他终究还要和这4位大哥做生意，得罪谁也不能得罪他们。最终，进口废钢的买卖以被骗告终，亏了钱的4个老板决定回国，但已经赌上全部身家的许半夏坚决不走，这一步依旧是赌。留在北边寻找机会是许半夏的孤注一掷，这种几乎执着的赌，是他整部剧里逆转命运的定音锤。剧中赵磊曾问许半夏，既然你没这个实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许半夏说，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人不都是从无到有吗？这句话太像赵丽颖本色出演了，她简直就是许半夏本夏。从无到有这4个字完整概括了许半夏的奋斗史，同样的，它也指向了赵丽颖的人生。许半夏闯入了男人扎堆的钢业行业，而农村姑娘赵丽颖也闯入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名利场，在这里有人脉，有资本，才有话语权。赵丽颖称得上草根明星，很多人都知道她出身农村，学历中专，没有资源，没有背景，全凭着自己摸爬滚打走到今天。进入娱乐圈之前，他做过服务员、收银员，在路边推销过。直到2006年，他参加了雅虎举办的搜星比赛，赢得了拍摄冯小刚广告片的机会。这个开启了赵丽颖演艺生涯的8分钟短片，已经是他当时唯一的高光。接下去是漫长的沉寂。赵丽颖入行一半的时间都在跑龙套，整整7年。这过程中，有人对他说，圆脸演不了主角，形象有限制，不大气。更演不了特别重要的角色，有人建议他整容，也有导演因为他拍戏时无意间撅了嘴，而羞辱他像蜘蛛。承受这一切的赵丽颖有难过，有委屈，但更多的是不服气，化成了要向所有人证明的决心。这一点执拗与许半夏不谋而合。赵丽颖曾说，别让我抓住机会，一旦有，我一定会拼命抓住。事实证明，她就是这么做的，抓住每一个演小配角的机会，演绎每一个配角都会不断的去观察、学习、揣摩。这样的努力让她等来了机会。2013年《陆贞传奇》，她出演了人生中的第1个女主角，也因为这部剧一举拿下金鹰女神。即便是红了1年的365天，她也有300多天待在剧组里。走到巅峰的这一步，赵丽颖用了7年，她不敢停下，更不敢怠慢。
在别的演员忙着抠图念数字的时候，赵丽颖打戏动作戏全部自己上。拍摄宫锁沉香时，薇娅突然失控，导致赵丽颖从马背上摔下去，也造成了永久性的腰伤，后背有一块明显的凸起。拍摄《楚乔传》时，她在高温天下滚沙地，被来回拖行着吃了满嘴黄沙。有人问赵丽颖，你为什么这么努力？赵丽颖说，其实不觉得自己努力，就只是去做就好了。可能有人觉得这是她的谦辞，但也可以解释成一种信念感。赵丽颖和许半夏身上都有这种坚定的信念感。真实的人性往往是摇摆脆弱的，但拥有信念感的人仿佛获得了外力加固，因为外部环境是不可控的，个人的信念感却可以成为恒久不变的稳定内核。这种信念感能让你完全相信自己，这种相信不是坚定的知道我一定会成功，而是我要成功，所以我得一直挺下去。如果说《风吹半夏》中许半夏最终的成功多了一丝浪漫主义和玛丽苏气息，那赵丽颖的人生才是真正拿了大女主的剧本。《风吹半夏》的出圈也侧面透露出一个信息，赵丽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八五花行列里口碑和流量的双保险，她的演技实力和流量实力的综合分数已经保持在第一梯队。这里面努力不可或缺，但她的选择和布局也为成功打下基础。有网友总结，赵丽颖拍过的电视剧完整集齐了王侯将相、士农工商、仙侠妖魔。赵丽颖在电视剧选材上的确多变，并且每一次都跟上了市场的需求。仙侠剧爆火时，她接连出演《花千骨》《楚乔传》；言情剧占据主导时，她出演了《杉杉来了》；民国时代剧起来后，她出演了《老九门》；小说 IP 剧火了，她出演《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主旋律时代到来，她出演了《幸福到万家》，例子太多，不胜枚举。而她的转型路可以说几乎是一直在转型。赵丽颖毫不恋战，也并不害怕走出舒适区。最厉害的是，她选择的角色题材在变，年代在变，人物的底色和她自己都是非常契合的，是她选择角色的聪明之处。拿许半夏这个人物来说，赵丽颖在演技上确实和同部剧中的老戏骨有差距，不少网友提到，在和老戏骨飙戏的过程中，赵丽颖存在接不住戏、表情呆滞的状况，有时候也会扛不住镜头特写，眼神的变化缺少层次感。确实有女演员比赵丽颖更适合许半夏这个角色，甚至能比她诠释的更好，但也必须承认，这部剧今天的大部分热度都来自赵丽颖的话题和讨论。赵丽颖选择这个角色是安全的，她自己的人生经历本来就和主角有共通性，所以驾驭是完全没问题的，只是完成度高低的问题。起码目前看来，即便演技上稍有瑕疵，多数观众对赵丽颖是买账的。回头看，赵丽颖所有大爆的角色脚本几乎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逆袭。而人物的性格无一不是清醒睿智、独立坚韧，放在现实，这就是赵丽颖本人的底色。而偏偏普罗大众想看的也是这种故事，草根凭借自己的双手逆转命运的安排，这样剧情和人设才贴合普通人内心的向往。赵丽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她一直准确切中观众的喜好，角色从来不是乱选的，她一直保持着自己最初的信念。正如她在星空演讲中说的那段话，不希望电视剧里的女性角色永远拘泥于小情小爱，总是为了男人斗来斗去。依附男人，我希望他们能够拥有更丰富的思想。男人如果有英雄梦，为什么女人就不行呢？赵丽颖和她选择的女性角色，骨子都有一点傲气和勇气，这种傲气让他们拥有了近乎疯狂的执着和不服输的韧劲，而这种勇气常能让他们冲破所处环境的原有框架。许半夏做到了，在只有男人说了算的钢铁行业里杀出重围。赵丽颖也做到了，在资本人脉横行霸道的圈子里逆流而上，戏里戏外她都是大女主，这样的演员注定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当然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只想说，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粉丝基础，就会有庞大的黑粉基础。因为水与火、正反与矛盾、正能量与负能量是永恒存在的。如果您认同新万我的说法，不妨在评论区中畅聊您的感同身受。因此呢，同样流量巨大的王一博足够的撑起了 GQ 的门面和负面。因为义气的王一博真没有想太多，
救场就是了。由 GQ 举办的年度人物活动红毯活动，动静还是不小。虽然早前就网传有好多明星来不了，但是看现场的明星阵容可是一点都不低调，来到的都是很有流量和人气的明星。尤其是王一博，绝对是镇场子的存在。王一博穿小香风，贵气十足，相当拉风。似乎每一次重大的活动中，王一博都会选择香奈儿的服装穿上身，而他演绎的小香风穿搭总是很有贵公子的既视感，高级的衣品也让王一博的亮相尤其的吸睛。而这次他选择的是香奈儿28/2022早春度假系列的亮片刺绣外套，搭配古董级别的胸针，真的是在细节上都在彰显贵气和高级感。男生穿香奈儿一般都会选择小香风的外套，因为这样的服装真的非常好驾驭，穿对了甚至可以穿出比女装还惊艳的感觉。而王一博这次的香奈儿造型，就选择了小香风的外套搭配白色的衬衣，这样的一身穿搭也很值得臭美人士一道研究学习一下。穿搭小知识一，简单的配色更能强调造型的高级感。想要穿出造型高级感的衣品感觉，同时还要不失时尚感，衣服的配色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一般来说，简单的配色往往可以起到造型更高级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王一博的这身穿搭，整身的配色就是非常简单常见的黑白配色组合，但是王一博却可以把这样常见的一组配色穿出高级和时尚的效果。还是因为这几个配色细节十分完美。一，强调了黑白配色的明显主次关系感。对于全身简单的配色来说，强调颜色搭配的主次关系，会让简单的配色层次感更加的明显，从而可以凸显配色的亮眼感和高级感。王一博的这身穿搭就是大面积的黑搭配小面积的白，白色在上半身做点缀，还可以起到修饰身材的效果。二，内搭的配色要利落。王一博的这身穿搭，重点还是在于内搭衣服的配色很有利落的感觉，上白下黑的配色，还有衬衣上的黑色领结，都和外套的黑色有了细节上的统一感，这也就增加了配色的高级感。穿搭小知识二，亮片外套更好穿。对于基础款的服装，想要强调造型的时尚亮眼效果，我们可以通过衣服的面料来凸显这一点。王一博的这身造型，上衣的小香风外套就是很简单基础的款式，合身的版型增加了造型的精致和利落感，而面料满身的黑色亮片点缀，更是凸显上衣时尚感的关键。小亮片紧密的搭配在一起，加上黑色的颜色搭配，让这样的亮片服装也不会有特别浮夸的感觉，反而更能增加造型的高级感。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想要让亮片服装穿出高级感，在选择亮片颜色的时候，最好保证亮片的颜色和衣服的底色一致，这样不管是大亮片还是小亮片，都会穿出很高级的感觉。当然了，长身之人还是格外优势的，所以这次的王一博跟站在旁边的程耳简直了。新万我欢迎您自助一把趣味度拉满的短视频。新万我已经提前申八过了，王一博这次冒着诟病和风险直奔 GQ， 无他，没他就撑不下去，所以他来了。为了3个人，在这个话题特多、事件特多的糟心年尾，当然了，后续怎样，新万我跟您一样，拭目以待。有时候圆满的结局皆大欢喜，有时候缺憾的结局也是聪明。为什么新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赵丽颖的风吹半夏大结局了，许半夏和童潇琪进去了，缓期1年执行；武建设进去了，缓期1年执行；裘碧正丧失行为能力了，所以只交了罚款。冯玉归隐，郭启东出狱后从头再来。有人说全员入狱的结局烂尾了，因为主角没了光环；有人则认为这才是最好的结局，因为有因就有果，每个人都该有直面错误的勇气。如此才能有情有义，无愧于心。贪财好色，不得往生。人生在世，不论你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做过的坏事，损过的阴德，都会以报应的方式找到你。因果不虚，报应不爽。风吹半夏结局并没有烂尾，而是升华了主题，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的本真。这既是艺术作品对人性本善的呼唤，亦是重情重义与在商言商的博弈。一、重情重义许半夏。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国产剧中最重情重义的一位女商人。
除夕将至，许半夏在风雪交加的北面，深一脚浅一脚的迈着笨拙的步子。武建设等人一听说废钢的渠道是假的，就全都回国了。可许半夏却回不去，因为窟窿太大，他填不起。所以武建设等人便丢下了他。所幸是功夫不怕有心人，许半夏人非但没丢在国外，还在黑海找到了新的进废钢的渠道。回国后，因为钢价持续低迷，许半夏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可那段时间，武建设这群曾经的合作伙伴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甚至还有郭启东之辈落井下石。幸而人生总是起起落落的，不可能一辈子如意，也不可能一辈子不如意。钢价的触底反弹，让许半夏苦尽甘来，一跃走到了武建设这些人的前面。这个时候，许半夏本可以不管不顾，只顾自己就好。反正他在低谷的时候也没人帮过他，可许半夏却选择了以德报怨。他把武建设、裘必正、冯玉、郭启东叫到一起，共同分享了本该属于他的胜利果实。可这些人知许半夏的情吗？当然不。用许半夏自己的话说，话都让你们说了，理都让你们占了，利都让你们赚了，到最后反倒是我成了罪人。你们打心眼里就看不起我，现在跟我讲情义，丢人吗？人性如此，根本不会愿意看到比他弱的人有朝一日成为强者，在他面前指手画脚。许半夏看透了这一点，可他却并不是一个只懂在商言商的商人，所以即便是生气，也顾念着武建设等人的好，甚至在武建设的省二钢经营不下去时，不计前嫌的帮他渡过了难关。因为重情重义，所以许半夏和只懂在商言商的商人不同，他更有社会责任感，也更有担当。无论他的目标是什么，良知都始终是许半夏的底线。即便很多错误，钱根本弥补不了，比如陈宇宙的死、生态的污染，但起码他尽力了，而不是一味的只顾自己，牺牲他人。正如许半夏所说，以前我一直认为有些事情会随着时间都过去的，但实际上是过不去的。我还是要面对曾经的错误，就当给自己一个交代。许半夏说罢，便主动认下了污染河水的罪。他在辉煌时锒铛入狱，不仅是为了无愧于自己，还为了向武建设证明自己人生清白，不是一个有烂账的人。二有德无才武建设，比起许半夏的干什么成什么，风吹半夏里的武建设是一个从头到尾都没什么建设的人。武建设是五人组里的老大哥，最开始去北边拉废钢的计划就是他提出来的，许半夏能跟着一块去，也是他点过头的。武建设这个人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是德行却是可以的。正如许半夏所说，我以前就是个收废钢的，没有武建设，我到不了今天对待许半夏如此，对待秀滩村的村民亦是如此。武建设作为商人，并没有见利忘义，而是时刻想着为村民改善生活。村里的路灯、路面是他出钱修的，村民没地方工作，也是他的冷轧厂接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武建设虽然喜欢事事当老大，但也足够仗义。许半夏和他因为省二钢的事闹掰后，武建设虽然恨得牙痒痒，却也没有想过要在背后使绊子。他对赵磊说，我从部队转业就是2套衣服1条毛毯，分我到运输公司当车队队长，我没日没夜的干，钱没多挣，举报信我倒接了一堆，我最恨那种背后使绊的人，为这个我才辞的职。我这人脾气是不好，但我人品不歪，钱我都挣到明面上，为了生意干那种鸡鸣狗盗的事，我犯不着人无完人。作为商人，武建设虽然贪婪，也不如许半夏那般懂得以德报怨，却贵在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社会、为贫苦百姓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朋友仗义相助。风吹半夏的最后一集，武建设主动认下了自己的罪行。为了钢厂，也为了不让许半夏为难，武建设才选择了这种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方式。自首前，武建设说，我一直在躲，我在躲什么呢？人要是太自私了，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是卖苹果的，把烂的一小块放在最下面，以为别人看不见，可到最后还是会烂的呀。就像我自己的烂账，早认早解决，否则就会更烂。现在我轻松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很多成年人缺乏承担错误的勇气，因为他们放不下的东西太多了，更没办法接受自己曾经的错误会影响他们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可作为一个人，如果犯了错，
一点也不自责，反而还装作一副自己很对的样子，去给别人洗脑，让别人也相信你是对的，你就真的会心安吗？当然不会。所以武建设不想再自欺欺人了，因为他不想变成他最讨厌的裘必正。3. 无德无才裘必正。风吹半夏里的裘必正，让人看到了人性中最丑的一面。知道吝啬鬼葛朗台长什么样子吗？就是裘必正的样子，光秃秃的头发，犹如裘必正光秃秃的心。从第1集，裘必正拉着许半夏在门口嘀咕郭启东，我就看出了他两面三刀的本性。而后他又把公司的账本交给许半夏，让他帮忙查郭启东有没有骗他，更是将他没本事、没才能的一面显露无遗。裘必正没什么本事，按照许半夏的话说，如果没有他，裘必正的厂子早就黄了。可这样的一个人摇身一变，也变成大老板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足够世故，也足够自私。因为世故，所以裘必正能屈能伸，年轻时抱准武建设，后又看准许半夏，即便看不起女性，也能笑盈盈的去讨好。因为自私，所以从头到尾，裘必正赚的钱不少，却丝毫没有看到他拿出一分来为百姓、为社会做贡献。因为自私，即便是要安抚毫无利用价值的郭启东，裘必正也不舍得从自己口袋里掏钱，而是联合别人祸害钢厂。因为自私，裘必正为了保自己，谁都可以背叛，谁都可以放弃。裘必正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生意场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当然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这句话。用武建设的话说，裘必正就是太唯利是图了。看到这，裘必正算是彻底洗不白了。他应该是风吹半夏里妥妥的反派，可就在这时，裘必正却为了救所有人，主动去求了郭启东。饭桌上，裘必正为了求得郭启东的原谅，一饮而尽了许多杯白酒。也正因如此，才晕倒在地，落得个行为不能自理的下场。裘必正一生骄傲，喜欢看别人的笑话，可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竟要依靠别人不体面的生活。有一句话说得好，人生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你今日的厉兵秣马会换来明日的青云直上，你昨日造的孽、犯的错也会在今日找你清算。如果裘必正重情重义，不这么唯利是图，那他也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所以一切的果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都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逐利似乎是天性，可这种天性却是建立在伤害贫苦百姓的基础上的。诚如作家余华所说，这个社会关心别人的人越来越少了，但不论是商人还是普通人，良知都应该是我们的底线。在时代的洪流中，如果你很幸运能有机会站在风口上飞起来，那也不代表你就可以以控制者的姿态去伤害别人的利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没有80%的弱者，20%的强人将什么也不是。而且毫无底线的求人，或许真的会得人，却也未必是你想要的人，因为报应该来的时候总会来的。这一部《风吹半夏》算是总结了一段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年代，赵丽颖也因着这份动人心弦的真实，走进了大家的心田，甚至收获了来年的希望。您说是不是呢？同样是真实的2022年，却让人感觉无尽的魔幻，特别是乌镇事件的从天而降，特别是 GQ 盛典的有人退场。作为中外合资的知名杂志品牌， GQ 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不但在时尚界拥有了一席之地，在内娱也有它不容忽视的地位。GQ 盛典是该杂志每年都会举办的高逼格盛会，为了彰显自己的时尚地位， GQ 盛典每年都会星光熠熠，娱乐圈当红炸子鸡们都会被邀约亲临盛会现场，今年也不例外。据悉，今年被邀约的明星有杨幂、迪丽热巴、王一博、朱一龙、程毅、白鹿、张嘉倪、关晓彤、蔡徐坤、龚俊、王鹤棣、杨颖、虞书欣等。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 GQ 盛典举办的前一天，多位被邀约的明星表示不会出席该盛典。虽然对外回复的都是一些明星的粉丝们，但是明星们的大粉们有怎样的地位？想必熟识娱乐八卦的网友们都很清楚，大粉们的消息基本都相当可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明星拒绝出席 GQ 盛典呢？想必这与 GQ 辱华的黑历史有很大的关系。GQ 隶属于康泰纳氏，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市的杂志出版集团。
该旗下不仅有 GQ 制足 GQ， 还有大名鼎鼎的 Vogue， 而该集团的多部杂志都有着辱华的黑历史。GQ 被质疑辱华，还要从王一博说起。2019年，王一博在 GQ 制足10年活动的短片中，曾经做过一次用手拉长眼睛的动作。因为拉长眼睛，所以眼睛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眯眯眼的造型。拉长眼睛的眯眯眼动作一直被公认为辱华手势，而且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不能否认，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对这样的历史文化可能不太了解。所以王一博当初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能是无心或者被主办方套路了。但是作为拍摄短片的 GQ 却不可能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揣着明白装糊涂。几乎所有的爱国粉红都一致感觉和定调其心可诛。除了辱华以外，作为知名杂志 GQ 为了博销量和眼球，一直有擦边炒作的嫌疑。碰瓷肖战，内涵侮辱女性 ，GQ 一直靠着争议为自己赢取流量，本应为读者传递正能量，可为了私利，扭曲价值观，其心之恶，细思极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品牌，居然还敢大张旗鼓的举办盛典。更让人费解的是，竟然还有大批明星盛装高调为其站台，这让爱国愤青和粉红之心不断的提出疑问和讨伐。因此呢，反过来，由于众多明星的加持，文娱榜热搜也基本让 GQ 盛典霸屏了。近段时间因为丈夫买超出轨而备受外界关注的张嘉倪，更是凭借此次出席 GQ 盛典的绝美造型而引起了热议。除了张嘉倪以外，女星白鹿和关晓彤也出席了 GQ 盛典，而且造型也颇为用心。男明星方面，一直与 GQ 关系良好的王一博自然也是没有缺席。王一博也是悉心打扮一番，帅气的出席了盛典。李现、王鹤棣、丁程鑫、程毅、张凌赫也都悉数到场，而且造型也是费尽心思。看来这些出席 GQ 盛典一众男星们也是煞费苦心。对于出席 GQ 盛典的这些明星们，其实内心还真的有一丝不理解和不认同。GQ 盛典前既然有多位明星选择不出席，那么就不难说明 GQ 的所作所为不但让外界认为不妥，在娱乐圈也是存在着争议的。艺术无国界，大家暂且把时尚和娱乐圈也归类为艺术。吃瓜群众也怀着一颗大度的心去看待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是存在差距的。可是无论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怀着怎样的心情去看问题，吃瓜群众首先遵守的第一原则都应该是尊重，要尊重吃瓜群众的国家、吃瓜群众的文化、吃瓜群众的艺术，甚至是吃瓜群众的审美和长相。如果不能秉承这一首要原则，虽然吃瓜群众不能武断地称他为敌人，但也绝对不是朋友。既然是不尊重你的朋友，为什么还要去主动靠近？这样的行为真心让人不解。辱华品牌 GQ 举办盛典，王一博、李现、张嘉倪、白鹿等多位当红明星盛装出席，高调为其站台。难道他们不知道 GQ 的黑历史吗？真心希望明星们在为品牌站台前，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个品牌，不要伤了粉丝和国人的心。毕竟国家面前没有偶像，怎么样？爱国的情怀面前，一种出席盛典的行动，是不是自带了辱华的草标呢？反过来，如果 GQ 辱华，为什么社会主义铁拳不亲自下场一锤定音呢？所以申万我感觉背后的故事实在是太妙了。话说，同样涉嫌辱华的流量小生王鹤棣，这次亮相明晃晃走了条快捷径。他的表现非常的迷离，一身奢侈品大牌白色西装，身上的装饰挂坠晃晃悠悠，开叉裤脚十分吸睛。西装上有许多剪刀等样式的挂坠，很帅也很俏皮。本来就是宽肩设计，再加上垫肩，弟弟好像那个平面直角大彩电。不少网友戏称，这是把双开门冰箱穿在了身上。如果忽略掉服装上的小细节的话，其他都还是 OK 的。尤其是这个申万我眼中别具特色的大小眼，居然小眼神里也是很鼓很逗。不知道您感觉如何呢？现场的媒体在王鹤棣出来后，也是大喊让他看镜头，想必大家都争着想要拍到王鹤棣的第一时间的怪照。那场走秀也非常的怪，衣服完美的展示了他的身材比例，开阔的直角肩更是让粉丝们直接高呼，双开门冰箱老公非常有镜头感，五官非常立体，360度都是死角，申万我的眼里真的是魅力十足。然而呢，没办法，
这个时代就需要不同的理解和丑星的崛起。对比王一博的一贯贵风，王鹤棣其实还算正常。新晋小花田曦薇身穿桃粉色纱裙，这颜色就是有些辣眼睛，只能让人想到一个词：廉价。据说这还是件孕妇装，好好给美女选件礼服不行吗？也不知道甜妹的造型团队是怎么想的，明明是大眼萌妹，非得穿成行走的蚊帐，手里还捧着一个铜炉暖手壶，真的是输给了造型师。如此纤瘦的女明星，穿上这身衣服秒变怀孕5个月，真的是可惜了这么精致的妆容。说起来，就算随便从衣柜里找件 T 恤也比这好看吧？是造型师疯了，还是想走黑红路线？说到这，Shin Wan我常说的2个字，有没有跃然您的眼前呢？Shin Wan我同样时不时提到的童星美女关晓彤，这次听大家的意见，终于露腿了。长腿露出来的时候，结果大家发现她却又忽略了上半身，黑色一字肩短裙显得她格外的腰短。Shin Wan我真的非常感慨，这些造型团队的故意而为之。因此，当王一博和导演程耳压轴出场的时候，正常的审美终于可以正常一把了。2个人的红毯造型当然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相关短视频值得您仔细回味，特别是一种叫做对比感的东西。为此，王一博的工作室出图可以说是出的最晚了的。他这身搭配的亮点在于衣服上这些亮片，一眼望去很能抓住观众的眼光。而领口这个蝴蝶结本来应该是显得很贵气的，但中间这个小金属配饰有点过于抢眼，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呢？或许稍稍拉低了整体的效果。裤子上的小金线倒是挺好看的，脸部状态和身材看上去还不错。这次王一博和电影无名的工作人员一起走上红毯，他虽然是一身黑，但因为材质不同，看得出很鲜明的层次感。西装是黑色金丝绒质地纹理，衬衫和裤子都是简约经典，整个人看上去头小脸小，身材比例很是优越。相关趣味的 Showtime 短视频，欢迎您自行在Shin Wan我的短视频区慢慢回味，精彩不少。特别是一幕花式旋转镜头的抓拍，衬得王一博格外炫酷。满屏的粉丝都在喊话王一博杀疯了，秒了。这次2人是带着无名这部一起合作的电影来的，2位的气场都非常强大。王一博气质温和，谦卑有序，作品永远都是演员的最大的底气。摩托姐姐也是非常期待这部电影，或许发潮的旗袍也要换洗了。相比一身的珠光宝气，Shin Wan我还是要提一提王一博的状态。不知道是不是太过疲惫没休息好的原因，王一博面部稍显苍白，没有足量的精气神，甚至还隐隐有点发腮的迹象。您留意到了没有呢？即便这很正常，而且Shin Wan我今年也聊过多次了，或许这就是一个人孤勇的代价吧。所以鬼聪明的王炸姐姐赵丽颖也必须做出某种选择。现在赵丽颖与李冰冰的合颂传媒将不再续约，双方以体面分手，就差官宣了。消息是赵丽颖大粉爆出的，可信度极高。合颂给赵丽颖的最后一条宣传停在了今年的9月14日，在更早之前，赵丽颖的粉丝就已经对合颂各种不满了。纵观赵丽颖加盟合颂后的事业发展，不难看出做这样的决定纯属意料之中，既凸显了赵丽颖的睿智，也扯开了李冰冰的遮羞布。合颂或许就是个言过其实的公司。赵丽颖是在2019年3月4日官宣加盟合颂传媒的，并且是以全新合伙人的名义。也就是说，合颂与赵丽颖并不是单纯的经纪公司与签约艺人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彼时的赵丽颖是人气与杨幂旗鼓相当的85花顶流女演员，凭借仙侠剧《花千骨》一夜爆红后，在电视剧领域的号召力首屈一指，几乎步步是爆款。但是因为自身甜美的气质在电影、商务、时尚这些兵家必争的领域一直比较受限，还常常被吐槽土气。而李冰冰的优势资源恰恰在电影、商务、时尚，双方几乎是一拍即合的达成了合作意向，目的就是资源置换，取长补短，互惠互利，以求共同繁荣。只能说愿景都是美好的。合作初期，赵丽颖与合颂也曾有过一段蜜月期，比如和李冰冰一起上杂志，一起出席活动，陪李冰冰过生日，各种大秀姐妹情。然后也就仅限于此了。李冰冰承诺过的电影代言大饼，赵丽颖一个也没有吃到。
反而一直要求赵丽颖帮忙奶新人，比如打包带新人上剧，和公司小花吵吵姐妹情啥的。聪明如赵丽颖当然也是不留情面的拒绝了，久而久之，双方从蜜月期走向了冷处理期。看看赵丽颖加盟和宋后的发展，真心接下的有匪被无端群嘲了好久，谁是凶手，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的角色都是自己谈的，迪奥的代言也是自己撕的，和宋根本都够不到这些资源，更别提帮忙了。甚至在2021年4月23日官宣与冯绍峰离婚后，遭受了诸多非议，和宋的公关也是毫无作为。也许在那个时候，双方的关系就已经冷却了，只差浩导合同到期。那么和宋的签约女艺人还有谁呢？金鸡影后张小斐，商务约。张小斐凭借你好李焕英大火之后，贾玲自知光靠大碗娱乐会限制张小斐的发展，加之两人是多年的好友，就非常大气的将张小斐的商务约签给了和宋，而经纪约还是留在大碗。加盟和宋后，张小斐在时尚这块确实是立竿见影的提升，出席颁奖典礼、时尚活动时也有高奢品牌加身了。但是被称之为长期饭票的品牌代言呢，是一个也没有。某女郎张慧雯，不说她演过什么角色，你是不是都想不起她是谁了？出道就是巅峰的某女郎，几年扑腾下来毫无水花，和宋给她接的都是小成本网剧，搭档的男演员已经是名不见经传的18线开外了。而《琅琊榜2》那么好的角色也没能翻红，《欢乐颂3》有点热度了还是被骂。正午的好资源根本也不是和宋给的，在和宋的几年几乎被当作小透明对待，拍了一堆低成本网剧和打酱油角色，直到最近大家才发现他已经离开和宋了。新疆第一美古力娜扎，这届的花边新闻永远比演技精彩，以90花一姐的定位进的和宋，进去就开始拍网剧，和徐开骋的一部《恋恋红尘》不但咖位掉了，还被卷进徐开骋和张天爱剪不断理还乱的分分合合中，又一次成功被锤成三儿。身为经纪公司的和宋，在帮助艺人挽回口碑上毫无注意，现在已经凉凉了。95双生花之一周也，这才是和宋亲闺女，感觉李冰冰所有的资源都砸她身上了，虽然也没出圈，而且比起双胞胎姐妹张静怡的资源差了不止1星半点，但据说是周也签了15年的长约。也是从雇佣关系来讲，老板当然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的倾斜给更稳定的、能带来长期收益的员工。看看和宋前后签进来的花花，就不难发现，从85花赵丽颖、张小斐，到90花古力娜扎、张慧雯，再到95花周也，每个梯队都有头部艺人，这样的矩阵战略是很清晰的，也是合理的。奈何手上没资源，光靠画大饼留不住人啊。都是圈里混的，谁是傻白甜？李冰冰作为和宋的招牌，未转战幕后之前位列4胆双冰，其实她能进这个组合纯属凑数了。看看同组其他人，章子怡有国际地位，周迅有公认的演技，徐静蕾有文艺飒密的才华，赵薇有家喻户晓的国民度，范冰冰有千娇百媚的容貌，而李冰冰呢，想不到她的标签，营销大于实力。这或许就是人生的功课来的，也就是需要带眼识人。有时候将心比心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询问我的说法，您赞同不？加盟和宋的艺人，有谁不是冲着李冰冰名气去的？进去之后才发现跟想象中大不同。赵丽颖的离开更加验证和宋就是个没啥资源的空壳公司，尤其是娱乐寒冬之下。本就不是制作公司的和宋，光靠着李冰冰那点昔日的辉煌，很难走得更远。好在赵丽颖自身业务能力加持，虽然没有能再更上一步，但也不算被耽误。离开和宋是板上钉钉，下一站是继续寻求公司挂靠，还是彻底单干，尚未有风声传出。无论如何，冬天走了，春天还远吗？相信以赵丽颖的鬼聪明，一定会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决策。公司如人，人如公司。今年 GQ 红毯星光不足，王一博成为为数不多的流量之一。红毯上的他满脸写着疲惫，毕竟自己的任务就是救火，因此不得不强打精神应付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镜头。与王一博的疲惫所对应的是孜孜不倦的乐华娱乐。没错，这个陪伴王一博从练习生时期一直到大红大紫阶段的乐华娱乐，在上月再次提交了招股说明书，
你求在香港上市。小编已经不记得这是乐华第几次提交招股说明书了，只记得每次的提交结果都是上市失败。企业上市成功就必须让投资者相信该企业具备长久良好的盈利能力。而目前乐华娱乐的主要收入来源为艺人经纪，旗下能带来可观盈利的艺人又只集中在王一博一人，这就造成了王一博必须变成拉动乐华这条大船续航的主要动力来源。至少从现阶段而言，王一博单薄不得不背负着乐华众多员工的生计及杜华那心心念念的上市梦。投资者很清楚，王一博不可能一直长红，也不可能一直待在乐华，下一个王一博更是可遇不可求。杜华的上市梦注定难以成真。除了还乐华人情，王一博也应提早为自己打算。从他近1年来刻意减少曝光并积极转投电影圈可以肯定，他是对自己有清晰规划的人。但一心想转型的王一博遇上急需利用他变现养公司的乐华娱乐，从双方合约续签开始就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角力。不堪重负的王一博与乐华的牵扯何时能休？对比王炸姐姐的最后决定，王炸弟弟的将心比心同样面对着考验。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可以说拥抱每一个春天，都需要经历每一个冬天的考验。您说对不？于是乎，在形同草台班子的 GQ 盛典当中，贵气万分、活泼欠奉的王一博，相比后浪王鹤棣，显示出了一贯的酷拽风。而这个知丑后勇的王鹤棣，于是乎干脆亮出卡位，抢镜的耍宝功夫，跟着呢，果然相当的出位，直角肩膀的洒家造型，彻底拓宽了在场观众的视网膜和脑空间，吃瓜的想象力立马就几何增长了。申万我老实说，团队，有时候一套华服其实就能彰显功夫。王鹤棣一脸酷酷的表情，搭浑身叮叮当当的可爱的小东西，的确有种特别别扭的可爱。有时候黑红也是红，聪明的红更加红。所以申万我说到这，您猜龚俊不来是不是压根就不想去抢这个风头强劲的后浪活宝的风头呢？在申万我的眼里，龚俊的团队是相当聪明的，有时候高明的一石三鸟不容易被人发现。